世界局势本就因俄乌冲突变得紧张，但日本似乎还嫌不够，也想掺和一脚。最近有消息称，日本计划对自己装备的12式反舰导弹进行升级，将它的射程大幅提升。据说改进后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能射1000公里，并且日本防卫省还在积极寻求射程更远的型号，计划将在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的基础上，研制和部署射程超过2000或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3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就是以日本东京至菲律宾马尼拉的直线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基本上大半个西太地区都将笼罩在日本的打击范围之内。那日本公开部署超2000或3000公里导弹的计划，是否意味着日本防卫理念发生改变？又是什么样的动机让日本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以及日本会选择怎样的增程方式来增加12式反舰导弹的射程？最近几年，日本可以说是在不顾代价地提升自己的实力，不仅花费巨资建造了出云级直升机航母，还拿出数十亿美元从美国手中采购了大批 F-35隐身战机。最近，日本甚至宣称要对出云号航母进行改装，让其具备携带 F-35进行作战的能力，打算重新拥有航母战斗力。如果仅仅是这些，大家其实还能接受，但如今日本宣布将部署2000公里以上的对陆攻击导弹，这一下周边国家坐不住了。要知道，此前周边国家之所以不对日本的扩军行为感到太紧张，是因为日本自卫队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对陆攻击能力。虽然拥有从美国采购的 F-15和 F-35等先进战机，但是在采购时，美国为了限制日本的实力，特别增加了日本只能为他们采购对空武器的限制。比如允许日本采购最先进的 AIM-120D 和 AIM-9X 等空导弹，但是禁止日本采购精确制导炸弹等。这使得日本虽然军力强大，但实际上极为缺乏对地打击能力。而如果日本真的打算在12式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装研发对陆攻击导弹，那么日本的对地打击能力就将大幅提升。在此之前研发了一系列国产战术导弹之后，日本的导弹实力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一旦成功研发出这款导弹，日本陆上自卫队就将拥有对半径2000或3000公里范围内敌方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不仅有能力攻击亚洲甚至俄罗斯内陆目标，也有能力摧毁2000至30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敌方战舰。而且在研发出这款导弹之后，日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将它改装成空射或者是舰载导弹使用。这样一来，日本三军就都将拥有强大的对地打击能力，这会对亚洲的战略态势造成巨大影响。届时，不仅俄韩中三国面临的海防压力将大幅增加，就连驻亚洲美军都将遭遇强大的压力，特别是驻扎在日本本土的美军，可能要时刻警惕日本这款导弹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为了研发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政府日前还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其相关文件，在其相关的预算草案中，日本政府将会在2027年把日本防卫费提升到 GDP 的2%以上，即803亿美元。届时，日本将超过俄罗斯，成为仅次于中美的世界第3大军费支出大国。日本的军事政策也将彻底从专属防卫转变为具备对他国侵略能力的正常国家。那么是什么样的动机导致的这一切呢？首先，日本的因素肯定是有的，毕竟谁还不想变强呢？其次就是外部因素。对日本而言，2022年相继爆发的俄乌冲突、台海和朝鲜半岛危机引发的地区紧张态势，无疑让日本推动军事计划出现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这可能就是促使东京当局拼命暴涨军费、扩充军备的一个原因。比如在俄乌冲突中，日本就公开站队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虽然为了避免遭俄报复的考虑，一直没有为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但其几乎参与七国集团对俄的所有制裁，这直接将日俄关系拉至了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这让日本有了扩军的理由。加上朝鲜对日本的导弹和核武威胁，加深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不安，所以才会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采购和研发先进武器，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不过，岸田政府如此积极推动军事扩张计划，最终能否在预定的期限内将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具备发动战争能力的正常国家，我们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凭借当下日本糟糕的经济状况，似乎难以撑起岸田当局军事扩张的计划，而日本内部和周边国家对此的强烈反应，也有可能会成为岸田这一扩军计划胎死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朝鲜在2022年最后一天到2023年第一天，分别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和1枚可携带战术核弹头的600毫米口径火箭弹，这很有可能就是对日本军事扩张行为的回应。与此同时，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也警告称，岸田政府目前正在加快日本军事化步伐，偏离了此前宣布的和平发展方针。俄罗斯将做好准备，在有必要时对来自日本的任何军事威胁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以封锁对俄军事威胁。而具体措施，火力军觉得可能就是近期俄太平洋舰队与中国海军在东海举行联合军演，以及早前的中俄两军轰炸机编队举行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毕竟对俄罗斯来说，一旦让日本自卫队拥有了这种射程2000甚至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受到威胁的就不只是南千岛群岛的俄军事目标，一些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将会被纳入日本导弹的打击范围。所以鲁坚科才会再度重申，两国无法签订和平条约，甚至俄罗斯的目的可能不再是日俄就岛屿主权归属问题谈判判无期徒刑那么简单，更有可能的是在为未来对日本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而埋下伏笔。所以说，仅从俄方最新表态所释放的信息就能知道，日本如果不听劝告，继续推动拥有对他国攻击能力的武器计划，让俄罗斯感到威胁，谁也无法保证俄政府会不会在军事上给日本来点惊喜。至于后续如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相比于研发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大家觉得日本会如何升级12式反舰导弹呢？12式反舰导弹其实是日本依靠欧美技术打造的异型岸基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全长约5米，弹径350毫米，使用30生产的一台 TGM-2 型涡喷发动机加固体火箭发动机为主要动力，最大飞行速度 0.9 马赫，最大射程有200千米。日本政府将其部署在冲绳本岛，这样就能封锁较为狭窄的水道，其中包括能进入中国近海的宫古海峡。而12式反舰导弹与其他导弹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使用了地形匹配跟踪雷达，发射前需先用侦察卫星或其他侦察手段测绘出导弹预定飞行路线的地形高度数据，并制成数字地图，储存在弹上制导系统中。在导弹发射后，弹体上的测量装置实际测得的地形数据会与存储在弹上的数字地图进行比较，方便修正导弹飞行路线，且不受天气影响，极大提高导弹命中率。若与其他反舰导弹进行对比，其性能也还算可以。如俄罗斯的 K300P 反舰导弹系统能发射 P800 高玛瑙反舰导弹，其发射重量为3吨，导弹巡航飞行时能够保持 2.5 马赫的高速度，最大射程为300千米，在末段攻击阶段时的飞行高度可降低到9到15米，使用了地形通过性更强的 MZKT 7930型 8×8 轮式底盘，其各项性能参数是超过12式反舰导弹的。再看乌克兰装备的海王星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其导弹采用倾斜式发射，最大射程280公里，巡航速度 0.8 马赫。导弹采用的巡航段惯性制导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全程高压音速超低空掠海飞行，飞行高度为3到10米。搭配 7634NE 型4轴 8×8 轮式高机动越野卡车底盘，其各项参数对比12式较差，但却胜在造价便宜，并且在俄乌冲突中重创了俄黑海舰队。而选择升级12式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庞大的海岸线和狭长的国土，让其必须依靠强大的海军和对海武装才可以保护自己。
不然一旦被封锁海上进出口，光是食品和工业原材料就无法保证供应。至于日本对124式的升级方式，首先就是开头说的是提高导弹射程，将200千米射程增加到400千米，长期目标是达到中程弹道导弹指标，分2阶段将射程增至900千米和1500千米。而其为导弹增程的方法可能会选择较为突出的几种，如在原有设计不变的情况下把导弹放大，这样燃料体积增加，射程也会增加，类似于印度和朝鲜对弹道导弹的设计，或是减小战斗部，增加燃料体积增加，这就减少了导弹威力和杀伤面积。最后就是燃料不变，使用更新的大功率发动机，间接的实现导弹增程。当然还有一种土方法，就是在导弹屁股上安装一台火箭发动机，类似于萨达姆的操作，以达到导弹增程的目的。其次也可以像美国的鱼叉那样，发展出了陆基和舰载，像法国的飞鱼安装在舰艇和飞机上。124式岸舰导弹的改进型其实也有，就是17式反舰导弹。据说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的羽黑号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已经配载了2组4连装17式舰对舰导弹发射架，只不过其消息少得可怜，我们就不再讨论了。好了，关于日本研发2000公里以上高超音速导弹，拥有对他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大家是怎么的看法？支持还是反对？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